你知道台湾三高人口有多少吗？超过400万人，血糖偏高，血脂超标，血压控不住。而这些人里面，绝大多数三餐的主食都差不多，白饭、白面、稀饭，几十年没变过。我是高以成，三军总医院新陈代谢科，照护代谢疾病，26年看过7000多个患者。这期要讲的不是叫你戒白饭，而是告诉你有10种主食，几乎每个人都低估了它。换进来一点，血糖稳定度、饱足感、肠道状态都不一样。哪一种适合三高族群？哪一种便秘的人可以试？血糖高的人哪几种要控制分量？今天全部讲完。不过在进入排名之前，有一件事要先说清楚，杂粮不是仙丹，吃3天不会让血脂掉下来，血糖也不会立刻变好看，但它有一个白饭没有的东西，就是外层结构还在，纤维、维生素、B 群、矿物质，精制过的白米把这些都去掉了，换一点杂粮进来，身体拿到的东西就不一样。这是保养，不是治疗。每一种我都会说清楚，它真正的好处在哪？哪些说法是被夸大的？适合哪些人？要注意什么？一次讲完，先从第10名开始，黑米。很多人听到就说这个补血，我要先踩个刹车，这个观念不太准确。黑米补铁的效果没有强到可以治贫血，它真正的优点在于外皮，深色谷物的外皮含有花青素跟多酚，这些是抗氧化的东西，精白米完全没有多了，这一层保护成分就多了一些，纤维跟矿物质也比白米多。你把少量黑米混进白米一起煮，口感有嚼劲，饱足感也比纯白米好一点，这样就够了，不需要把它说成补血神品。真正的贫血要去抽血查血红素跟铁蛋白，找出原因。头晕、脸色苍白、心跳偏快、爬楼梯容易喘，这些要去看医生，不是靠黑米饭解决。女性经血量多，肠胃道有出血，长期饮食里铁不够，这才是缺铁性贫血常见的原因。怎么开始吃？一份黑配3到4份白米，比例不要一下子太高，让肠胃先习惯。第9名，芡实。很多人只在四神汤里看过它，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用。传统食疗里，芡实常被用在健脾、帮助消化这个方向，适合那种吃一点冷的就肚子不舒服、消化功能比较差、身体感觉虚虚的人。但有一点要说清楚，你如果常常疲劳、提不起劲，原因很多，贫血、甲状腺、睡不好、血糖波动、压力都可能让你累，不是靠芡实就能补回来的。芡实的口感比较粉稠，便秘严重，肠胃本来就偏干的人不要一大碗吃，可以煮进汤里，少量搭配山药、薏仁、莲子，或者加排骨汤都可以。吃完觉得胀排便更难，就是现在不适合你。食材好不好，身体的反应比任何人推荐都诚实。第8名，鹰嘴豆。这几年在健身餐跟沙拉里很常见，但很多长辈还不熟悉。优点很清楚，植物性蛋白质不错，纤维够饱，足感好，比很多精致点心更适合当点心或加餐。你把部分白饭或吐司换成鹰嘴豆餐后，血糖通常比单吃精致淀粉稳，因为它有蛋白质、有纤维，不会只是一团快速消化的东西。有一个说法我要澄清一下，有人说鹰嘴豆是女性健康守护者，甚至说可以降低乳癌风险，这个超出了现有研究的范围。关于异黄酮跟乳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黄豆跟豆制品，不能把所有豆类都说成防癌食物。鹰嘴豆是好食材，但不用神化，它吃法上煮熟后拌沙拉，打成鹰嘴豆泥，加进汤里都可以。容易胀气或肠燥的人要从少量开始，干豆一定要泡水再煮熟，
买罐头的要注意钠含量，用之前冲洗一下比较好。第7名，糙米最常被嫌弃的就是太硬，口感不好，但它保留了米糠层跟胚芽纤维、维生素 B 群、镁锰，这些都比精白米完整很多。想控血糖跟血脂的人，把部分白米换成糙米，确实值得试试。重点是替换，不是加量。白饭照吃，再多加1碗糙米，说自己在控糖，这个逻辑对不上。糙米含有植酸，可能影响铁跟锌的吸收，一般人正常饮食不用太在意。但如果本来就有贫血、营养不足，或者长辈胃口很差，就不要把糙米当成唯一的主食，大量吃。想煮的好吃，浸泡很重要。从糙米、白米各半开始，慢慢调整比例。很多人一开始就全换成糙米，3天就放弃了，不是没毅力，是方法太急。养生要做的长久，不是靠硬撑。第6名，小米。很多人印象里，小米就是生病时喝的那碗粥。术后产后肠胃不舒服，好像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小米粥。确实煮成粥之后温和好入口，对牙口不好或食欲差的人很友善，也含有维生素 B 群、矿物质跟色氨酸。但说小米可以改善焦虑跟睡眠就有点过头了。睡不好的原因太复杂，焦虑更不是一碗粥能处理的。小米粥最需要注意的不是它不好，而是有些人产后或术后把它当成全部的营养来源。身体在修复的时候，最需要的是足够的蛋白质、铁、维生素 C、热量跟休息。只喝清淡的小米粥，蛋白质严重不够，反而不利于恢复。比较完整的吃法是小米粥当主食，配上鸡蛋、鱼肉或豆腐，再加一份蔬菜。主食好入口，蛋白质负责修复，蔬菜补纤维，这样才算到位。第5名，荞麦。它不是小麦，常被归在维谷物这一类，含有膳食纤维、镁多酚，还有一个常被提到的成分叫芦丁，跟血管健康有关系，所以荞麦常被说是对血管比较友善的选择。三高族群要换主食，荞麦面、荞麦饭、荞麦粥确实比很多精致白面条更值得考虑。不过说荞麦可以预防脑溢血或视网膜出血，这个说法太强了。脑出血最关键的风险是高血压控制不好，糖尿病、视网膜病变也不是靠吃荞麦解决，要把血压、血糖、血脂追踪好，定期检查眼底，该用药就用药。荞麦的角色是让你的主食，选择更聪明一点，买荞麦面要看成分，市面上很多荞麦面小麦粉的比例很高，荞麦比例很低，你以为在吃荞麦，其实只是吃了颜色比较深的面条而已。第4名，高粱米。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煮，也常被嫌太硬。优点是有嚼劲，含膳食纤维跟多酚，拿来替换部分白米可以增加饱足感。对想控糖或减脂的人来说，它的价值不是什么神奇功效，而是它让你自然吃慢一点，咀嚼次数变多，血糖的起伏可能比精致主食温和一些。要煮软，先泡水，再跟白米混着煮。牙口不好、肠胃比较弱的人不要一下子吃太多，吃完胃胀就是比例还要再降低。第3名，燕麦。这10种里面，燕麦的研究证据相对最扎实，最有名的成分是贝塔葡聚糖，一种水溶性膳食纤维，可以帮助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，也就是俗称的坏胆固醇，也能让餐后血糖不要冲太快。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方便，早上没时间，一碗传统燕麦片加无糖豆浆，再配一颗水煮蛋，比甜面包加奶茶健康太多了。但燕麦很容易被吃错，有3种情况最常见。第一，选了调味包的即食燕麦，里面加了糖跟奶精，吃起来像甜点，不像健康早餐。
第二，只吃燕麦没有蛋白质，一碗燕麦泡水，没有蛋，没有豆浆，没有任何蛋白质，10点就饿到没办法撑。第三，吃太大碗，燕麦再健康，也是主食，不是零热量的东西。最建议选传统燕麦片或刚切燕麦，少选调味包。血糖偏高的人要特别注意分量跟餐后的反应。第二名，薏仁，在台湾很常见，薏仁汤、四神汤都看得到。传统说它健脾利湿，现代营养学的角度，它是谷物类食材，有碳水化合物，一些蛋白质跟纤维，适合当主食或汤品的一部分，不要当成什么神奇排湿药。2件事要提醒。第一，市面上很多薏仁饮料或薏仁汤加了不少糖，你以为在吃健康食品，其实是在喝含糖饮料，要看清楚标示。第二，怀孕的朋友不要自己大量吃薏仁或浓缩薏仁产品，孕期状况每个人不同，先问妇产科医师或营养师。薏仁粉敷脸可以淡化痘疤这个说法，目前没有足够的科学根据。痘疤跟色素沉淀要看皮肤科、防晒、医美或药物治疗，都需要专业评估，不要把厨房食材当皮肤科处方。第一名，藜麦，这几年被说成超级谷物，不是没有原因，它虽然常被当谷物吃，但其实是种子，它有完整蛋白质，9种必需氨基酸全部都有，这对植物性食材来说非常少见。纤维、镁、锰磷这些矿物质也不错。外食族想让饮食多样一点的人，藜麦是很好的替换选择，比白饭的营养密度高不少。但藜麦不是吃了就会瘦，你藜麦煮一大碗，再加油、醋酱、烙梨、一大把坚果，热量一样会超标。正确的吃法是替换部分白米，不是在白饭旁边再加一碗，1份藜麦配2份白米，或者藜麦跟糙米一起煮都可以。煮之前要先冲洗，因为藜麦表面有皂苷，没洗干净会有苦味，肠胃敏感的人也先从少量开始。讲完10种，你会发现每一种都有优点，但每一种也都有边界。黑米不是补血药，芡实不是肾药，鹰嘴豆不是防癌食物，糙米不是多吃越好，小米不能取代术后的完整营养，荞麦不能预防脑出血，高粱米不能解决熬夜的问题，燕麦不等于加糖的即食包，薏仁不是美容圣品，藜麦不是吃了自动瘦，真正有用的不是找到某一种神奇食材，而是你愿意把主食吃得稍微多样一点。这件事本身，现在来说，怎么实际开始，我不建议你一下子把全部主食都换成杂粮，那样很容易胀气，也很容易3天就放弃。比较稳的方式是，从这周开始，把某一餐的主食换掉1/3，白米里混一点黑米、糙米、小米、藜麦或燕麦，让身体慢慢适应，再渐渐增加比例。不同需求有不同优先选择，想控血糖的人优先选燕麦、糙米、荞麦、藜麦、鹰嘴豆，纤维量比较高，血糖上升的速度相对慢，吃完容易饿，想要饱足感更久的人，高粱米、黑米、燕麦都不错。肠胃比较虚，牙口不好，想要好入口的人，小米粥是最稳的起点。想煮汤补一点肠胃芡实，跟薏仁、
少量搭进去就可以。想让白饭口感跟香气有变化，黑米加白米、小米加白米、藜麦加白米都很好上手。几个操作细节要记一下。硬的杂粮，像黑米、糙米、高粱米、芡实，最好先泡水再煮，比较容易煮透，口感也好很多。杂粮比例从1/3开始就够了。不要一开始全换，肠道需要时间适应。长辈要煮软一点，不要觉得软了就没效，吃得进去才有用。血糖偏高的人，不要把杂粮煮成太稀的粥，稀粥消化快，有时候血糖反而比吃饭更快飙上去。换了杂粮主食，还是要配蛋白质跟蔬菜。不然光换主食餐后还是会很快饿。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是，杂粮有热量，也有碳水化合物。三高族群最常犯的错就是听到健康2个字就放开吃。糙米健康，所以多一碗；燕麦健康，所以泡一大锅；藜麦健康，所以沙拉加满。结果总热量跟总碳水超标，血糖哪可能好看？健康食材一样要有分量观念，是替换白饭，不是加在白饭上。如果你有糖尿病或血糖偏高，最好的方式是自己测，选一天吃白饭，量餐后血糖，另一天用糙米燕麦替换部分白饭，再测一次。你对自己身体的了解会比任何流言更准确。每个人对食材的反应都不太一样，有人吃燕麦很稳，有人喝粥就飙，有人吃豆类就胀气。你自己的血糖机比网络上所有建议都诚实。肾脏病患者要特别留意，很多杂粮的钾、磷、镁都比白米高。对一般人是优点，对需要控制这些矿物质的肾脏病患者反而要小心。肾脏病的饮食要根据病程分期跟抽血报告，照医师跟营养师的建议来。不要看到杂粮健康就每天大碗吃。肠胃容易胀气的人，不要突然把白饭全换掉，纤维增加太快。肠道菌大量发酵，胀气、放屁、肚子闷痛都会来慢慢增加。水喝够，吃饭速度放慢。说真的，很多人想控糖、控体重，第一步不是去买贵的杂粮，而是把吃饭速度放慢。这个改变往往比换食材更有感。长辈的话，我不建议一开始就吃太硬的杂粮饭，牙口不好，消化慢。糙米、高粱米吃下去不舒服，反而让人不想再碰。从小米粥、燕麦粥、白米混少量黑米或藜麦开始，温和一点才能做得长久。另外，长辈更常缺的是蛋白质，不只是主食的问题。每一餐都要有蛋、豆腐、鱼、鸡肉、牛奶或无糖豆浆。主食换得再健康，蛋白质不够，肌肉还是会一直流失。家里有孩子的，不要把杂粮说成惩罚，不要让糙米饭变成一种任务。用混煮的方式，白米里加少量小米、藜麦、黑米，让颜色跟口感慢慢有变化。燕麦煎饼、藜麦饭团、鹰嘴豆泥吐司，孩子比较容易接受。健康饮食要好吃才走得久，不是靠规定。最后帮大家整理一下，这10种食材真正的价值是帮你把主食从单一精致拉回到多样一点。黑米有花青素跟纤维，糙米有更完整的 B 群，燕麦有 B 葡聚糖，
藜麦有完整植物蛋白，鹰嘴豆有蛋白质跟纤维，小米温和好入口，荞麦、高粱米、薏仁、芡实各有它们适合的场景，但它们都不是药，不能治贫血，不能防脑出血，不能抗癌，也不保证让血糖掉下来。吃对了是保养，吃错了一样是负担。如果你现在3餐还是白饭、白用绵柔粥，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，你最想先试哪一种，或者你有血糖高、血脂高、便秘、容易胀气、想减脂这些困扰，留言告诉我，我来帮你整理一集专门针对这些状况的杂粮搭配建议，教你怎么煮、怎么吃、怎么不踩雷。对了，我频道上还有几集你可能会用到的视频，一集是专门讲50岁之后吃水煮蛋要注意的4种吃法，很多人都有的胃胀跟反酸问题，那集有说清楚。另一集是关于降火这件事，吃梨、喝凉茶、买保健品，这些每年都在做的事，有一半其实在帮倒忙。从医26年，没人敢跟你说的那些，那集也很值得看。还有一集是60岁之后的坚果怎么吃，哪4种对肾脏比较好，早上吃1粒跟晚上吃1把有什么差？那集有肾科医师的角度说明，你可以直接点频道找，或者在留言告诉我你想先看哪一集。这里是健康随笔，我是高以成，我们下次见。